界的幻医院还有几十匹生马，快去取来了。好，快那边等得急，取得慢，仔细吃鞭子。是，快！把王轰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现在你我的性命可都全系在何都将身上喽。是末将疏忽了，我将此人几乎忘却，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，还请督监治罪。退下。诺。副将，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，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。代运掌内压兵多年，在钦从第一都里安插几个人，易如反掌啊！也不可能是此人，他一直被捆着，行动不便。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！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，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。黛云，副将，天快亮了，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，这宫门得开啊！这宫城内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？钦从第一都对副以上都是大王，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的，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，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啊？带他进殿来。诺。太尉陈甲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呀？下马！若月，开门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。待运。杀！快快！
奉先王遗教，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节宗藩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，天福6年8月廿4乙亥，吾承祖宗之宏烈，勤劳邦国，夜夜精精，苛求致志。奈何两要立天，不能讨馈赠之术。40成岁，无异于代谢之期。经书不可以久化，抒情不可以法统。唯义是守，为敬为和，克明克宽，斥去其邪，亲任人人。太傅，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，恪尽公人，故令判佐奉印，全摄两军留后，伏请圣心复查。荆节黄钺，庙堂礼制，东南府县蒙利军民，积息一隅，茂哉敬哉，儒者施行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洪佐德薄，不敢合军国之众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于此家国转承之际，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臣受2代先王厚恩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恩负义，明哲保身？诸位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！臣内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新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
以前只知河东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地喜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，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棒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能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玩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。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，殊不知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？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没有了亲卫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可怜哦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坟攻进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弘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拿下。起来！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，
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。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9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主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独招打，程昭岳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一三族。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刘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据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运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刘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服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一途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，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。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岳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承凤郎的散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承凤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承蒙刘后信任，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
杜青，刘后，借你一毛一用，啊？程昭月见过大娘子、大侄子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督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督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。大侄子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？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黄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柜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，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和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世在岸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洪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0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命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内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且寻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，不义之家，何来怜悯之心？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，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，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。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。30年了，未曾掉过一颗眼泪。现在他人也死了，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
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，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。也罢，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啊！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下臣承奉郎内衙诸军内都监使程昭岳觐见刘后。你已是内都监，军命已然签押颁布，不再是8品的承奉郎了。下臣惶恐。为何惶恐？启禀刘后，臣本一介布衣，行商往来，不敢攀结权贵。山岳社纵横南北，对通西东，获职资诸，款额巨数，难免引人觊觎。下臣卑鄙，不能护产业，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，故此10余年来，10成谷子倒让出去8、9成，其中内衙几位太尉占了3成有余。如今得刘后赏识，因此惶恐。朝中公卿，还有谁在山岳社占了谷子？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2成有余，金华郡王府3郎君占了1成5，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1成，其余公卿家人子弟亦有些许，确实不多，总计不足5分。还有武伯父。天福2年，元囚袁相兄弟作乱，兴起逆案，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，先王仁德，免于株连。受贿诸军深感大郎君恩义，尽资书宝贝以谢。大郎君清廉自守，不肯承受，他们便转赠给金华郡王武令公。武令公不方便亲自出面，便由府上3郎君接入，送入山岳社，以为谷子。先王施恩，这人情协力，倒要武伯父下和大郎兄领取了。